牛肉过秒就捞，入口即化，秘诀是什么？榴莲嫁接粤菜味觉升级，创新在何处？老广食谱有多少东西交汇的奇葩食材？为何粤菜有传统无正宗？老广的味道知东西，看粤菜如何以我为主，博采众长。体验一方风土，餐桌是绝佳的场景，就像是通关密语，经过唇齿舌尖的吮嚼检验，食物背后的身世奥秘与文化密码自然流现。广东人的厨房向来百无禁忌，南粤自古就是东西交汇之地，中原文化的滋养润泽，西风东渐的影响碰撞，激发出不少老广餐桌上的独有菜式。为了在烹饪上翻出更多花样，最能话家常为神奇的酱饱受宠爱。多少美味的秘密就藏在酱料里，甚至演绎出应酱而生的菜式。三花子、五花子、枝仁、柿饼、牛舌头、六龙棒、薄仁、六龙肉。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术语，都是潮汕人在吃牛肉火锅时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儿。只要有一口锅和一瓶水，潮汕人就能把牛的本色烹调出来。潮汕牛肉火锅是因为上个世纪来自于一种东南亚的酱料，演变到现在的清汤牛肉火锅。上世纪30-40年代，潮汕商贾下南洋谋求生计，把当地一种辛辣香咸味道的酱料沙爹酱带回了家乡，并按照潮汕人的喜好调制出全新的香酱沙茶酱。老一辈的潮汕人将沙茶酱作为汤底来涮鲜牛肉，从此奠定汕头牛肉火锅无酱不食的风格。你睇我直面嘅啤㗎，直面嘅試落嘅，都幾多嚼落嘅搦，依個搦啊，依個我搦知道能試落。39歲的林海平是牛肉火鍋行业里头最年轻的老师傅，他和2个志同道合的伙伴，打破了汕头牛肉火锅走出潮汕就变味儿的定律。10年间，从一名市场切肉工蜕变为火锅连锁店的负责人。你现在随便拿一块肉来，100%的人跟你说出这块肉是来自于这一头牛的哪一个部位、年纪、大小，还有什么品种，我都能跟你说出来。15年前，初中毕业后的林海平跟随大哥到8合里旁的市场当切肉工。其实他是一个工人，但是他是用老板的责任去奋斗的，他是有一个有能耐的。工字不出头，是大部分潮汕人内心根深蒂固的观念。眼看弟弟工作安稳后，林海平决定赌一把，借来1万块钱，在市场旁的小巷里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牛肉店。做事是用靠口碑、质量。有好多客人来的时候跟我说：“你有这么好的牛肉质量，怎么不打娃娃呢？”我买了几个炉，就这样把娃娃给做起来了。然后，从开店卖肉到转型做火锅，靠的是诚恳务实。人气兴旺，弟弟林海平也过来帮忙，并且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经营想法。我这边现在竞争能力这么大，老是在这个地方，然后2兄弟一大家子，常在这个地方也不大行嘛。我想出去，刚好这边2位老顾客，就东哥跟龙哥。做10個公里就夠。一嚿曬啦，對能吃啊，嗰咩情況？排隻嚟吃都就在嘛。可以啊，好。距离汕头近3000公里的内蒙古草原，是中国最佳的天然牧场之一。自2013年开始，林海平和2位老顾客
每隔半年就来这里一次。这批牛是供我们自己的吗？这里边有供我们自己的，这每天早晨6点多就开始放牧，中午有一段时间3、4个小时休息，然后下午2点多就开始接着放牧。厂长，下周供给我们自己的牛一定不能超过3岁，要挑那些漂亮一点的。尽量不要超过800、900斤，我们要控制肉的纤维，不要太粗了。每一头牛都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走。我们一直呢都是在他们家吃牛肉火锅，他们兄弟俩务实的态度感动了我们。我们都想把家乡的美味带出去，这就是我们走在一起的初衷。来了。为了更好的生活，也为了人在他乡还能尝到家乡味儿，3个不同出身却志同道合的牛人走到了一起。从寻找食材开始，他们的足迹遍布了云贵川高原，最后选定了内蒙古的通辽牧场。牛从3000公里外的牧场运送到汕头后，需要安顿3天。它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它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，会影响口感。潮汕人对牛的分解比工业化屠宰更加精细，一头牛分解后只有30%的肉能做火锅料。为了保证肉的鲜度，林海平定下了规矩：从屠宰到餐桌不超出3个小时。牛肉到店后，就是刀手演绎技术的环节。肉切得不好，会导致肉质纤维拉长，从而难以咀嚼，口感粗糙。牛身上的10个部位需要10种不同的切法，保证每一块肉的厚度一致。这就是刀工的精炼所在。来，今天上的都是好肉，好肉，对，100%。在不少人看来，火锅的灵魂在于汤底，但潮汕牛肉火锅绝不走浓艳的基调，追求大道至简，讲究清而不淡，鲜而不俗，嫩而不生，油而不腻。很多人都以为我火大就好，其实不这样的，火要文火，不要太大因为你火太大的话，你会把里面牛肉的血水锁在里面，它本身会带给你口感是酸的。1掉杂质然后2掉血水，3掉纤维，3进3亮，过秒即捞。蘸上少许沙茶酱，让牛肉在嘴里融化，唇齿间油香四溢。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菜肴，民间曾经有这样的刻板认知，走出潮汕，潮汕牛肉火锅就变味儿了。林海平、庄旭东、方壮龙3位牛人颠覆了原有的饮食常规。在老广的饮食菜谱里，食材的选取一贯以生鲜硬实为上。怎样才能在长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保存海产的鲜味儿？老广自有一套。今年雨水多，會豐收啊！一定要上嚟睇睇啲行情先得。是啊。伊德路，这条广州越秀区的骑楼老街，只有短短870米，却集中了10多个专业市场，过1000家商铺，因咸鱼、海味、干果闻名全國。嗰啲背都好均勻。揀貨呢冇黐手，嗰啲貨呢質量就比較好啲。干贝，老廣俗稱瑤柱，性味甘咸平，有滋陰補腎、健脾調中的功效。顏色都可以。
今年53岁的杨汉明是湛江北部湾的渔民。20年前，他在当地率先养殖瑶柱。20年后，湛江北部湾的家家户户都是瑶柱养殖能手。基本上我哋做出嘅產品都係拉上嚟一德路呢度批發，其他地方全國各地到世界都係嚟呢度批發。5月仲夏，杨汉明总会在入夜前驾驶渔船，在自家10000亩贝田上視察。今年嘅熱水啊特別多，嗰啲貝啊生種啊比較靚，貪小便宜嗰啲人就出嚟偷。今年都發現都冇見咗幾百籠都有啦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入夜前後，每隔3個小時，楊漢明就得駕船繞海1圈。93年呢個環境唔好之後，我哋七個呢搞珍珠之後呢，就96年翻嚟就睇到嗰隻山東嗰邊呢聖貝嗰隻行業就比較靚，後嚟呢我就把呢隻項目引證翻嚟呢度。當年湛江北部灣的珍珠養殖業正值寒冬，謀求出路的楊漢明帶着扇貝回來時，當地珍珠養殖戶普遍不看好，連家人也提出了反對。佢都有反對話，開始話，不過我哋呢大男人主義嘛，即係講睇住項目就上咯，唔理嘅咯。看中了就上，從養殖設施的建設到種苗的培植，為了炮製這碗頭啖湯，楊漢明花了5年的時間。一扇貝呢，其實靠食嗰啲海上微生物嘅。1年收成2次咯，農曆5、6月份嘅時候呢，就係加工瑤柱，嗰隻量就比較大啲。最後第2做呢，就係春節前，嗰隻量就比較少少，就係做前貝。直到2002年，看到楊漢明勢頭不錯，其他漁民才陸續開始跟隨轉型。製作瑤柱分為採、開、洗、煮、曬、烘這6個步驟，每個步驟都有明確的時間分配表。捕撈必須在每天的退潮期進行，待潮水開漲時，捕撈工作必須停止。好得啫，嗰條船測佢哋，而家12點就流水啱，你快啲測佢。佢嗰個分顏色屬於係季節性嚟㗎，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，佢就開始肥啊嘛，你唔作呢，佢就過後呢，佢就死嘛。佢嗰隻扇貝呢，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㗎啦。把1萬畝的扇貝製作成瑤柱，要反反复复的在海上作業50、60天，而且前提是天氣給力。得啫，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。冇到太多，等下又搞蝦就。扇貝起網後，需要爭分奪秒地送回岸邊，緊接着就是開殼取雞。開殼的關鍵在於經驗。每年這個時候，楊漢明都會把村裡所有專家聘請過來。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，一刀放落去呢，佢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嘅。湯唔靠邊呢，成2個啦，一個魚翅就成2個。嗰隻扇貝呢，佢單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，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，全部都唔要。當扇貝褪去堅硬的軀殼，剩下的便是歷經海浪後的精華。白嫩的閉殼肌需要反覆沖洗，確保無雜質後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的鹽水裡猛火快煮。用嗰隻煤燒呢，嘅火力猛嘛，煮呢時間要快，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，佢就煮熟嘅。瑤柱起鍋後，第一時間要過冷河，冷河能讓閉殼肌迅速降溫，鎖住鮮味，同時淡化表面的鹹度。
过完冷河，窑铸的半成品才能平铺到网上，接受日光浴。放喺西度，馬上攞出去曬，曬咗5成半，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，用嗰啲煤呢，再去烘到8成度。要經過煤烘，佢嗰隻香氣先有。你單係靠太陽曬呢，香度都唔得，唔夠。改变以往单纯依靠日光暴晒的方式，用煤炉加工烘干是杨汉明的创新之一。捕捞、去壳、清洗、蒸煮、烘晒，到最后分装，每一颗窑柱都浓缩渔民的心血，蕴藏大海的生命力。夜幕降临，一顿简单美味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补偿。哎，老婆大人，今日魚翅好靚，整啲味餸出嚟。好咯。窑煮冬瓜排骨汤是老广的经典靓汤，冬瓜和窑柱堪称绝配。窑柱竟能释放冬瓜的清甜，还让一煲汤水浓郁鲜香。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啦，燉出嚟嘅湯係清甜嘅。鲜窑柱炒冬瓜，蚝油清蒸鲜窑柱，水煮原汁扇贝，清爽又热气腾腾的3菜1汤，踏实而温暖。老豆帶你過5年就把呢行業交俾你啦，你有冇有信心啊？有。这颗小贝壳从墨西哥湾来到南中国，在杨汉明守护的一方水土下长大，经加工后变身窑柱干，最后流落在世界各地华人的餐桌上。吃什么，怎么吃，无论是新食材还是老味道，折射一方水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，正如老广对待茶叶的态度。料菜呢是最具饮食养生价值嘅，咱都选料精髓，煮汁非常口甜，所以咱嘅料菜嘅饮食嘅这个文化，伊也非常吸引咱嘅。52岁的张树茂是潮菜名厨，不仅致力于潮菜烹饪技艺的钻研探索，更身体力行带徒传艺，因此被评为非遗潮菜传承人。教高文书过，要咩录出咱料菜独立烹饪技法，叫做蔬菜烹助。现在啱啱清明出世哦，现在春底爱好菜调。下隻則佢，我用春底嚟做4道菜嘅，嚟給咱奉獻嘅，係咪？喂，永兄，丁老師你好，你好。嚟佢找個好嘅爹，你話想拿嚟做寡道地上嚟教佢學生。還好，睇到馬啲就話都派點佢話嚇。粤东第一高峰潮州凤凰山，濒临东海，气候温暖，雨水充足。优越的环境孕育出宋种茶王单丛茶。咁佢嘅名做咗就全部進做咩嘅？好。茶农曾树荣一家3代靠单丛为生，正是这一片绿叶，让张树茂和曾树荣结缘凤凰山。今年34岁的曾树荣，13年前告别外出闯荡的生涯，选择回山接收祖业。凤凰山的茶，一年可采摘春秋2季，但与一般的茶农不同，曾树荣遵循了祖辈定下的铁律，只采春茶。从我爷爷到我这一代开始，为了保持那个来年的茶叶的质量，一年都是采摘一次，质量提高的，价格也提高的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等下等啊。好，等下，招他的老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重质不重量，能坚守1年1采的茶农，在凤凰山只有近1/3。
每年开采前夕，父亲曾克辉都会给儿子演绎自家制茶本领。日個乜唔知道，即係傳統嘅啊，聽到就真嘅，一路又逼咗，攞嚟掛住啊嚇，係就會咁咩？攞嚟掛住，差嘅，第一種青菜，要掛拍。晒青、晾青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，6道工序环环紧扣，每道工序看似简单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稍有疏忽就会功亏一篑。不但茶叶无法称之为单从，价格更是一落千丈。3月，湿润绵长，正是第一手单从的采摘佳期。曾树荣要赶在正午太阳出来的时刻上山开采。采茶得有太阳，天气好，做出的茶叶才能香。单从那个特点就是香干，回甘好。英兄啊！哦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今日天氣好，買落去啦。好啊。出太阳才能采茶，是曾树荣铁定的原则。食材一定要精挑，是张树茂坚守的底线。细耕慢培，精挑细选，茶扇的制作既是曾树荣和张树茂的技术结合，更是制茶与烹饪2大领域之间的交互融合。老師花了整節嘅時間，掠了知識嘅試得來，今日呢就嚟做4道菜，給大學們分享者來學習嘅。张树茂的授课亮点在于变，食物随时节而变，味道随食材而变。茶香虾，这道老广最为熟悉的粤菜，如何在虾的鲜甜之上突出茶的香味儿？张树茂有着自己的一套秘方。湯較姜來加入濃茶汁，然後呢來煮些來椒，入呢個汁來醃蝦。因為蝦呢伊含有豐富嘅蛋白質，所以落煮蝦經過油炸嘅時候呢，伊會流失部分。咱落愛落炸嘅時候呢，先去伊加入嘅濃清啊。扇要求不只是色香味儿，意和形的展现亦不能少。做隻地香蝦呢是喺獨出自嘅呢個清香。嫩茶叶过水后剁成茶末，加入蛋白和肉末做成单丛茶羹。热性老窠跟寒性茶心鲍鱼搭配成茶心炖鲍鱼。茶叶剁碎，包裹在糯米上面，做成清茶汤丸。这样养生的搭配，在张树茂手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以茶入传成就的茶扇，既保留茶叶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又带出变化多样的味道体验。博采众长，融合贯通，让老广们的味觉越发挑剔。餐桌上的一菜一汤、一饭一肉，虽然平凡家常，却是当地山海田野的浓缩精华，以及漫长流转的生命轨迹。2017年第20号台风刚走，21号台风紧接生成。中国第1大火山岛湛江挠洲岛刚被14级台风正面袭击完。岛上的渔民就开始为出海捕捞做准备。阿孟做什麼樣哦？阿孟我爹就話路頭苦閪啦咩？牽到閪哦！點解買咗嗰份題，等份題貴得苦咯，份題應該唔貴到苦咯，咩做咩啊？我知啊你，我做會就做會知啊你，我知啊。我有仔我會知啦，當時我會知啦，是根本做到當時提好拎得苦啦。哎，這份題應該唔貴到苦。係啊，天嘢苦啊，冇過啊。我就啲路一提點樣好到你路苦咗咩啊？我等下提好那苦咯，一提點樣好到你苦。夏季的台風接二連三，靠海為生的譚玉色已經快半個月沒收入了。
定来养肉大啊，做家定来。为了缓解眼前的窘迫，在新台风没完全生成前，他想冒一次险。我看到海可以出去了，要去碰一下。这个月可能就到明年了，所以就是想抓好时机，出去搞一点钱回来。亏点没有把办又好了。错过这个月，就要等到明年。是什么让台玉色敢于冒险？我们渔民每天都是在跟那个时间和那个气候来赛跑的。让台玉色冒险出海的，是湛江挠洲岛上最有名的海底贵族——挠洲青龙虾。这种曾经的朝廷贡品，在每年农历的5月到8月才有，过了这个时节，就再也难以遇上。假都得假嘅呢，那条呢就跑完这个皮嘅，假嘅条咯，我那冇咩嘢，我皮嚟賺咯，39岁的谭玉色，已经有15年潜海捕龙虾的经验。海底捕捉的难度和危险不可预测，只有凭经验应对。一般都有10几多米水，最深的有20多米。做好准备，谭玉色潜入视线模糊的海底。潜水捕捉必须有人在船上放氧气管和观察情况。由于台风刚过，海水相当浑浊，水下能见度不到1米，半个小时的海底摸索，并没有发现挠洲青龙虾的踪迹。谭玉色决定浮上水面。挠洲青龙虾又被称为中国龙虾，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和东海南部近岸海区。极少会判断失误的谭玉色今天纳闷了，把目标寄望在2海里外的水域，谭玉色再次潜入能见度极低的海底。不出所料，他发现了挠洲青龙虾的踪影。挠洲青龙虾外表呈橄榄绿色，腹部背甲上带有白色小点，栖息于浅海多盐礁底至水域海底，行动迟缓，不善游泳，依靠步足爬行，是种不会自然老死的逆天生物。它有2个脚，那个手一定要快的，一边手要抓脚，一拉一下给它，这边手就要抓龙虾了，不快它这脚就断了，它就跑下来。龙虾属群居性生物，正如谭玉色所说，运气好的话，几个小时能抓到10几斤甚至几十斤。但由于台风的影响，群居出没的龙虾数量有限，谭玉色决定今天到此为止。啊，要不然给他又觉得呢？结果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也不至于亏本。渔民的要求很简单，能把自然的馈赠顺利带上岸就已滿足。開始贏你哋攞下情況。得意咗，今晚都冇見到快嘅。冒險出海，就是為了轉瞬即逝的美味。谭玉色決定賣一半留一半，給老婆孩子嘗到今年的最後一口鮮。快對哦！養到我苦都只要苦，還多大？對啦，等下做菜佢做啊，要背一下對你更加加加咧。養到我苦都只要苦咧，養大咧。雖然帶回收穫，但妻子黃海妹的擔憂並不會因此而減少。丈夫出海謀生計，妻子守候小家庭。對於妻子烹飪龍蝦的功夫，谭玉色讚不絕口。清洗後開邊，
爆香蒜蓉、葱花铺在龙虾肉上，大火蒸10分钟，鲜味十足的龙虾配合清香的蒜葱，这就是挠洲岛渔民的家常菜。而黄海妹征服丈夫味蕾的还有独门秘籍，把龙虾用姜爆炒至80%熟后，放进白粥里煮20分钟，再撒上葱花提香。这是黄海妹自创的龙虾粥。爸爸抓下对你，見到抓對你嘅咩食？睇。黃豆嘅，我一樣要大。哇！以前嘅刷掉掉了。老廣的飲食原則向來只問味道，不問出處。很多外來菜式結合嶺南飲食習慣，自成一派。雖然知名，但找不到源頭。龍蝦芝士意麵因此成為中外結合、東西融匯的名菜，在粵菜傳統本味中浸潤西餐的創意，初嘗似曾相識，細品與別不同。夏秋之際，廣州的街頭巷尾榴蓮飄香。然而，在老廣的食單上，榴蓮不僅僅是水果那麼簡單，榴蓮和粵菜在後廚相遇相知，結局超乎想象。榴蓮這種水果呢，早在明清時期已經進入了我們老廣的味覺了。從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慢慢的接受榴蓮的這種味道。榴蓮，愛其者讚其香，厭其者怨其臭。在吃的這件事上，無所不能的老廣怎樣才能把這種獨特的味道入饌？本身我很喜歡吃榴蓮，所以呢，我想讓不吃榴蓮的人也嘗試一下吃榴蓮。我們今天開一下會。陳振江撮合榴蓮嫁給粵菜的第一人，從星級酒店的粵菜大廚到卡塔爾皇室御廚，粵菜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。4年前，一個破天荒的想法讓他放棄了大廚身份，開始味覺的冒險。我第一道菜就是榴蓮煮魚的。我搜查過資料了，榴蓮跟蝦和蟹煮就不行，會產生毒素的。歷經無數次的失敗改良，榴蓮魚終於面世了。廣州第一家榴蓮主題餐廳也隨之誕生。從開始籌備到開業花了半年時間，吃的我和我的廚師們，他先喝開水都感覺口是苦的。在食材的選擇和菜式的創作上，陳振江可謂是嘗遍了酸甜苦辣。為了保證出品的質量，陳振江更是1年多次穿梭於廣州和馬來西亞。馬來西亞人呢，從來不吃爆口的榴蓮的，因為呢，爆口榴蓮容易被細菌侵入。貓山王的榴蓮呢，都是從樹上熟了以後呢，它自己會掉下來。好大間嘅。榴蓮是馬來西亞國寶級水果，被稱為萬果之王。進入9月，夏季榴蓮的採摘也接近尾聲，這已經是陳振江今年第3次出現在這裡。嗨，龍哥，哎呀，我想了解一下今年的榴蓮的收成怎麼樣？今年榴蓮收成不是很好，今年雨季太多，於是它的掛的花來啊特別多，現在今年的果結都不是很多。哦，為什麼現在是綁着的呢？以前不是用網的嗎？現在沒有用，以前就用網來，現在就用繩子綁住這個榴蓮，把榴蓮掉下來不給野之處。它現在有這樣的雜質，它就我們就綁住它。現在到10月到12月就很多果了。那我就準備再大批進到國內，做成我們的新的產品。在果園徘徊1天，陳振江找到了合適的榴蓮。豬手、雞扒、菠菜、辣椒、洋蔥。陳振江回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嘗鮮。
先把油放进去，加入洋葱下去，让它热一下锅，放猪蹄下去。因为洋葱和油令那个猪蹄会更加没有那种猪的那个气味。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就放那个番茄汁，然后还有那个酸梅汁。做的过程中慢慢加水，充分的让酱汁溶解，让猪蹄慢慢的吸收。看到它的酱汁到一定程度了，那就可以加榴莲了。放了榴莲以后呢，就让它加热大概2分钟就可以了。榴莲猪蹄被陈振江取名为榴莲骨胶原。猪蹄是粤菜的常用食材，陈振江把粤式焖猪蹄的做法进行改良，加入了新鲜榴莲肉。陈振江又尝试着把榴莲混搭粤式炒饭。我尝试了很多遍的了，最终选择的就是用菠菜汁和榴莲一起炒饭。最后下的情况下呢，它的榴莲就等于好像榴莲把米饭包裹一样。这个时间段下是最好的。是，正宗嘅貓山王榴蓮嚟煮嘅啦，呢個榴蓮雞扒、榴蓮披薩，烤青口。以前嗰隻榴蓮咧就得個甜嘅啫，呢隻榴蓮咧個香味幼滑，確定係呢隻榴蓮係適合我哋做呢隻雞扒咧，咁我哋就按照呢個標準嚟做。OK 啊，全部按晒呢個標準做。作为一个榴莲控，从一个菜式的首创到28个菜式的成功推出，陈振江靠足迹打破空间距离，用厨艺贯穿万水千山，编织出老广餐桌新故事与新体验。城市是历史的镜子，食物是历史的烙印。追溯族群的迁徙，饮食流变的轨迹，经纬交错，时空参照。对于澳门而言，最好的历史窗口就是手信店。早晨喂，早晨，擺得麻麻地喎，執齊整啲。好。等我試試肉乾先啦。OK， 試下先，好靚新鮮嘅餐。OK， 好，試下。紙巾可以嗎？好未？加油！好，多謝大家。啲牌執齊整啲，跟好啲一啲嘢，整得幾齊整幾好。OK。梁灿光，澳门街上的小明星。说起手信，少不了他的传奇故事。20年间，他从拉小推车卖花生桃的小贩，变成拥有了29家手信店的掌门人。只有小学文化的他，把传统手信业推向了顶峰，也延续老广未冠东西的事业。79年落嚟咯，好辛苦咯，捱得做花生行啦。佢老豆啊，整架車仔，2個一齊推車去賣咯。其實我係由細到大都唔希望做花生糖，即係我嘅理想咧就係做警察嘅。没有如愿当成威风的警察，16岁的梁灿光只好接过父母的小推车，开启了他的手信人生。開檔做咧，第一件事咧就係要揾靚嘅原料咯，因為以前爸爸要嘅就要平，咁但係我知道即係唔啱嗰樣嘢係，我哋做食品嘅一定要係原料要靚。花生糖是一种古老的汉族小吃。花生的醇香配上糖浆的酥脆，让人垂涎3尺。怎么才能让传统的花生糖更好吃？是梁灿光接手後琢磨的第一件事。傳統嘅花生糖好甜噶嘛，因為以前嘅比例咧就點樣，1份花生1份糖。咁而家後嚟我改又點樣，係2份花生1份糖。所以其實而家好緊要就係火候啦，同埋嘅水分啦，每一樣嘢都有即係有考究過。煮漿、下糖、搅拌、混合，每一个步骤都离不开加减法的调配，最终改良出甜度和口感适中、糖体透明发亮，更能散发花生醇香的新式花生糖。整咗之後，客人反應好好咯，即係亦好開心咯。老實講係。每天忙碌之余，
他宁愿压缩休息时间，在花生糖的基础上首创了澳門軟薑糖。啲黃肉薑啊，落完薑之後咧，要煮多大半個鐘到啦。過程中就不停咁攪動，如果唔係一少少黐底咧，就成煲唔要得噶啦。攤凍咗之後就可以切得咯。啊，撈啲椰絲落去，咁啊切一條條咁樣咯。澳門薑糖綿軟滋潤，細膩化渣，味甜帶辣。梁燦光對這種產品甚至得意，可研發過程他卻受盡了父親的責備。一路做嘅過程中唔得嘅，倒計咗佢。咁倒咗佢嘅時候，有時俾爸爸見到啦，爸爸就話：哇！你個衰仔抌晒我嘢，整一敗家仔嚟咁樣，即係成日俾人鬧咯。試下。敗家子兒的薑糖吸引了眾多慕名而來的吃貨，小推車的生意因此興旺起來。不到1年，信心滿滿的梁燦光開始了屬於自己的第一家手信店。即係由一種產品花生糖至到而家幾百種，其實都係不斷嘅嘗試失敗，咁啊再成功咁走過嚟嘅。在這座文化交融城市長大的梁燦光，不會止步於傳統廣東小吃，東南亞特色小吃也成了他味貫東西的獨門秘籍。其實肉乾最起源咧就係東南亞傳入嚟澳門嘅，所以我哋去學肉乾嗰陣時咧，新加坡啊、馬來西亞、泰國啊、台灣啊，甚至內地就去學，因為我想揾翻嗰啲最傳統嘅味道。肉乾的製作非常繁瑣，光是肉的比例、肉的厚度就是一門學問。傳統嘅肥肉嘅比例成30至40%，我哋而家改咗得5%，就2 mm 嘅厚度。佢有分上厚度咧，就鎖住肉汁，同埋個口感味道都好食好多嘅。肉鋪好之後，放進烤箱，低溫烘烤5個小時，烘乾一面，翻轉之後，再進烤箱，低溫烘烤7個小時。烘肉個溫度咧超過85度咧，變咗臘腸味啊，或者係嗰啲叉燒味嘅。一塊肉乾，烘烤時間要12個小時，好不好吃，還得要看最後一步明火燒。再去大火燒過佢，即係出到爐先係香嘅，啲汁啊全部帶咗出嚟。不好吃的東西，我們絕不生產。梁燦光往返在辦公室與工廠之間，來來回回，前半人生耗在手信上，對味道的執念成就梁燦光的美食事業，成就外地人與本地人共同的城市記憶。我心目中嘅手信就係個試得到，將澳門嘅味道帶去全世界。呢個就係我理想啦。告訴我你吃什麼，我就知道你是怎樣的人。不排外，不張揚，在東的含蓄裡勾兌些西的奔放，可最終的本色依舊清晰。在煙火繚繞的後廚，人情世故的餐桌，激盪出不同族群與文化的懷鄉滋味。這就是老廣心目中最好的味道。